今天我们来聊聊护国神山台积电。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小邦。美国最近的财政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差。2025年上半年总共6个月的时间呢，它的财政赤字已经创新高了。再加上川普关税政策摇摆不定，所有的科技业都很害怕。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今天美国经济真的来到非常差的状况，台积电有多大的防御能力呢？这一集影片除了会带大家看看台积电最新一季的财报以外，最后也会带大家来了解台积电是否有能力可以度过最差的状况。首先，既然是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嘛，那我就来带大家看一下中文的财报。毕竟平常我们都是看英文的嘛，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中文的。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营收。台积电2025年第一季营收来到8390亿，将近是8400亿哦，季减3.4%，年减41.6%。这个年增41.6%真的是蛮夸张的啦，不得不说这样子的表现真的是蛮惊人的。即便是资本额不高的那种小型成长股，都很难有这样的水准。我个人是觉得台积电真的蛮令人骄傲的啦。那你可能会说，这个年增41.6%，但季减3.4%，是不是代表不太好啊？其实不是哦，我们都知道台积电有一个很大的客户是苹果嘛，而苹果每一年都会在9月、10月发布新机，所以通常苹果的手机呢，在第4季会是卖的最好的，每一年第4季是卖最好的。那身为 Apple 上游的这个台积电啊，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嘛，通常第4季它的状况也会是最好的，所以说第一季有下滑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你也可以看到，季减只有3.4%，并没有很多，这个是因为人工智慧相关的一些需求还在成长，所以就抵消了这个部分的影响。那往下看右边这一张图呢，你也可以看到，如果以技术平台别来去分析台积电的销售状况的话呢，智慧型手机的部分比上一季下滑了22%，其实是下滑很多的哦。高效能运算的部分呢，则是上升了7%，而高效能运算的收入已经占了总收入的59%，智慧型手机只占28%。这个就是为什么啊，即便智慧型手机下滑这么多，销量下滑这么多，台积电的营收还是可以比上一季只下降一点点而已。因为这个高效能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已经占总收入的快要60%了。那我们再回到损益表的部分哦，接着我们来看看毛利率。台积电2025年第一季的毛利率来到了 58.8%， 符合先前的57到59%的预期，季减0.2个百分点，还好。年增5.7个百分点，哇，这个真的也是有一点狂通常正负3%以内的，我觉得算是蛮稳定，算是已经把毛利率控制得很好的。那毛利率可以年增5%以上，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再来这一季的营业净利率呢是 48.5%， 也符合先前的预期，季减0.5个百分点，然后年增6.5个百分点。这个营业净利率的成长幅度居然比毛利率成长的还要高，其实就表示说台积电不只有成本控制得很好而已，它的费用也控制得很不错。至于资产负债表跟现金流的部分呢，我们稍等会讲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法说会重点好了。台积电这一次的法说会呢，我认为有3件事情比较重要。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今年的资本支出预计会在380到420亿之间，会挑战历史新高。其中呢，有70%会用在先进的制程，剩下的30%分别会用在特殊制程跟先进封装。那这个380亿到420亿的资本支出当中呢，就会有一部分会用在台积电最近说要在亚利桑那州设厂的这个1000亿里面。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关税的部分。台积电表示啊，目前还没有看到他们的客户在行为上面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呢，他们也预期2025年的营收成长会是原本预期的25%。不过他们也有提到啦，现阶段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所以他们会继续密切的去关注终端市场的一些需求变化。那这个白话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台积电现在虽然会保持原本的预期，但是不代表未来不会改变。另外，在这一次的法说会当中，有一件事情也比较有趣，就是有一个 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师，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关税的部分啊。他说，台湾的关税、半导体的关税问题，以及台积电有没有介入台湾跟美国政府的谈判，这样子，这是他的问题哦。那台积电给出的官方回应是，这个关税的问题呢，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讨论，而他们是一间私人企业，所以他们当然不会介入。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台积电官方为什么这样子回复。这个问题很有陷阱啦，你回答有或没有都不对，或者是你深入讨论关税这个问题也都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回答。
OK， 那接下来你可能会问，那台积电的前景依然是很好的吗？毕竟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们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一间公司的前景嘛。所以呢，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台积电这一次给出的指引。那针对下一季的部分呢，台积电预期的营收会是落在284亿到292亿美元之间，比这一季增加大约是30亿美元左右哦。那关于未来展望的部分呢，台积电的预期是2025年的美元合并营收成长会接近 mid-20s， 也就是大概 25% 左右。那如果是以更长的时间来看的话，2024年到2029年，台积电的预期营收的年复合平均成长率会在 20%， 那毛利率呢一样会维持在 53% 以上，平均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呢会维持在 25% 以上。那这个是台积电自己给出的预期。另外啊，我自己其实也会到市场上去看一下大家这个市场对于台积电的预期长什么样子。在 Seeking Alpha 网站上输入公司的代码，这边输入公司的代码，那在 Summary 这边呢往下拉，就可以看到市场对于台积电营收的预期。比如说市场就预期台积电2025年的营收可以来到 113.44 billion， 2026年的营收可以来到 132.53 billion， 这个是年度哦。那你也可以看看季度，这边选 quarterly， 那你就可以看到市场预期台积电2025年第二季的营收会来到 28.43 billion， 然后第三季会来到 29.5 billion。 再往下也可以看看 EPS 的部分，像现在市场就预期2025年 Q2 台积电 EPS 会到达 2.24， 那第三季会成长到 2.43。 往上看呢，你也可以看一看分析师的评级，像这边就有 SA 的分析师跟华尔街分析师的评级。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在过去30天21位的 SA 分析师当中呢，就有15位给出 strong buy， 有5位给出 buy， 有1位给出 hold。 那在过去的90天呢，18位的华尔街分析师当中，有13位给出 strong buy， 有4位给出 buy， 有1位给出 hold。 那整体而言呢，分析师给出的评级还蛮高的啦，表示市场真的很看好台积电未来的表现。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就是 Seeking Alpha 最好用的地方，毕竟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你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公司有没有前景，值不值得买嘛。那 Seeking Alpha 提供的下面我刚给你看的这些获利的预期啊，还有分析师的评级啊等等的，就可以让我们有初步的概念，说台积电目前在这个市场上，这些专业的分析师的眼里到底有没有前景。不过这个是付费版本才看得到的功能啦，免费版是看不到这些评级的，会像这样子锁起来。那当然啦，免费版其实功能就已经非常的多了，像是基本的财报数据啊、获利能力的一些指标啊、同产业比较啊等等的。不过分析师的 ratings、估值、成长、营收、动能等等的评估，这些评估你就看不到了。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会想要进一步的去观察这间公司有没有前景，或者是呢你想要知道这些市场上的分析师怎么看的话，我蛮推荐你去使用 Seeking Alpha 这个 Premium 付费版，尤其可以趁现在 Seeking Alpha 有推出春季促销的活动的时候，赶快去订阅，会比较便宜。5月12号中午12点以前订阅 Seeking Alpha 的 Premium 年度方案的话，可以再省下30块美金，也就是相当于1000块台币左右。那 Seeking Alpha 的连结我已经放在影片下面了，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去订阅使用看看。刚刚在讲法说会的那个部分，就提到有一个分析师提出了一个关于关税的问题嘛。不过台积电并没有太深入的探讨这个部分，只有说目前客户的行为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我想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只能就目前的状况来回答。所以与其去讨论关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我更想聊的是，万一今天真的发生了停滞性通膨，或者甚至是更严重、更极端的状况，例如说金融危机或者是经济衰退等等的，那台积电本身它有多大的防御能够撑过去？所以呢，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去研究台积电的资产负债表，发现台积电的财务架构还真的是非常安全的。一般来说啊，通常碰到经济非常差的情况，比如说像是经济大萧条或者是金融海啸等等的，一间公司能不能撑得过去，它的防御能力有多强，就要看它手上的钱够不够。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资产结构好了。台积电的总资产里面呢，占比最高的是不动产、厂房与设备，占了 47.7%。那这个很正常，台积电本来就需要很多的晶圆厂跟设备才能生产嘛。至于占比第二高的呢，就是现金，占总资产的 37.9%。也就是说呢，台积电拥有的所有资产里面，它的现金就占了将近40%，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如果今天真的是发生了非常极端的状况，这些钱可以帮台积电度过危机吗？我们来看一下哦。假设我们今天真的发生了很糟很糟的状况，比如说经济衰退、
金融危机。那这个时候呢，假设台积电必须要马上清掉它账上所有的负债，那它的现金可以 cover 吗？我们来看看哦，台积电的现金及有价金融商品投资这个项目有2703.09，总负债是2531.66，那2703.09减掉2531.66是171.43嘛，不要忘了这个单位是10亿哦，所以也就是说呢，就算真的发生很糟的情况，台积电必须要把它所有的负债清掉的话，台积电还有1700多亿的扣打可以用，再加上其实台积电的自由现金流也有保留蛮多资金的，大概有2900多亿目前啦，而且呢，它每一季的自由现金流都是有在增加的，所以我认为台积电的防御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即便今天真的发生经济衰退或者是类似的极端状况，台积电应该还是有能力可以撑过去的，应该啦，应该不会倒吧，倒了就最后，我知道大家最想问的应该是现在到底能不能买台积电这件事情吧。OK， 在我录影的这个当下呢，美股的台积电是151块左右，台股的台积电是835块。那老实说啦，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什么估值模型或者是任何一个技术指标就能下定论的时机，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不是看数字，是看穿头股。所以与其在现在这个很不确定的这个情况下就冲进去，我觉得不如花一点时间把基本面看清楚，把整体的情势看懂。像我自己的做法是，只要状况不够明确，我就会提醒自己，你更要沉住气，不要听到市场上有人说什么股价已经很低了啊，或者是本益比已经很低了啊，然后就跟着冲进去。这个时候反而更要沉住气，看懂整个局。毕竟如果多数人都能看懂，那就不是机会了。你觉得现在买台积电是 A 好时机，还是 B 会接到满手是血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选 A 还是 B 哦。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不想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哦。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